隨着新年番邊界大戰篇章的臨近，觀眾們對於劇情發展的期待也日益高漲。在之前的劇情鋪墊中，制作方已經明確暗示雲路老魔將在此戰中再度登場，而這一安排勢必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中最為核心的懸念莫過於，當韓立得知師尊李化元真正的死因後，他將如何抉擇。改編後的恩怨情仇三人關係的重構。動漫對原著中李化元、鴻福與雲路三人關係的改編，可謂是一次大膽而成功的再創作。在原著中，這三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李化元有自己的道侶，最終死於與木蘭人的爭鬥，其道侶因為能結丹，壽元耗盡而作畫。整個關係脈絡簡單明了，缺乏戲劇張力。然而，動漫制作組卻巧妙地將這三人的命運編織在一起，構建了一段充滿愛恨情仇的三角關係。雲路老魔與鴻福之間複雜的情感糾葛，李化元對鴻福深沉而執着的愛慕，以及三人之間因立場、情感而產生的激烈衝突，都為後續劇情埋下了豐富的伏筆。這種改編不僅增加了角色的層次感，也為故事注入了更強烈的情感衝擊力。李化元之死，一場悲劇的多重解讀。關於李化元的死，觀眾群體中形成了多種不同的解讀。許多道友認為，李化元之死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當時雲路老魔明確表示，只欲帶走鴻福，並無意取他性命。然而李化元執意追求所謂的念頭通達，不惜強行碎丹，逼迫雲路出手，最終導致生死道消的結局。從某種角度而言，李化元確實堪稱純愛戰士，以生命踐行了自己的情感信念。這種以死明志的決絕令人動容。但反觀雲路老魔，他的立場也並非全無道理。以修真界弱肉強食的常態來看，一位元嬰期修士面對結丹期修士的挑釁，本可立即將其誅殺，無需多言。雲路不僅給予了李化元選擇的機會，甚至在交手過程中也留有餘地，這在殘酷的修真世界中已屬難得。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便雲路不出手，李化元因碎丹之舉也已注定陨落。從這個層面看，李化元的死更多是自我選擇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雲路的出手確實加速了這一過程，二者之間存在着難以完全撇清的因果聯繫。師徒情深。動漫中韓立與李化元的特殊羈絆。動漫中對韓立與李化元師徒關係的刻畫遠比原著更加深刻動人。當李化元得知韓立和鴻福被當作棄子時，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馳援，及時趕到，為韓立解除了身上的定位標記。在行動之前，他已懷有赴死之心，並將全部身家交予韓立，囑咐其與幾位師兄弟分用。這一幕幕場景展現的不僅是師徒名分，更是一種近乎父子的深情厚誼。李化元對韓立的呵護與犧牲，韓立對師尊的敬重與感激，都在這些細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正因為這種情感的深刻塑造，當韓立得知師尊死訊時，他的反應和抉擇才顯得尤為重要和令人期待。邊界大戰中的再相遇，恩怨的了結。新年番首集很可能會安排韓立遇到黃風谷的雷萬鶴及偃月宗的弟弟，從他們口中，韓立不僅將得知南宮婉的消息，也將知曉師尊李化元真正的死因。這一信息無疑會在韓立心中掀起巨大波瀾，而如何面對這一事實，如何處理與雲路老魔的關係，將成為劇情發展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動漫的改編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既然已經大幅改變了三人關係的設定，那麼在邊界大戰中，韓立與雲路的再次相遇，其發展軌跡也必然與原著有所不同。這場恩怨需要一個符合改編邏輯的結局，而這正是新年番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董軒兒的變量，情感糾葛中的複雜考量。在思考韓立可能的選擇時，我們不能忽視一個重要變量——董軒兒。在動漫中，董軒兒被塑造成一個有情有義、敢愛敢恨的角色。他曾以自己為人質，解救了韓立和南宮婉，隨後又向韓立敞開心扉，得到了他的開導與理解。這一系列互動使得韓立與董軒兒之間建立了特殊的情感連結。正因如此，韓立絕不可能像原著中那樣冷漠對待董軒兒。而考慮到董軒兒與雲路老魔的關係，在部分設定中，雲路是董軒兒的父親或與其有密切關聯。韓立對雲路的處理方式必然會將董軒兒的情感因素納入考量。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使得簡單的復仇邏輯難以適用。韓立需要在一個更為複雜的道德和情感矩陣中做出選擇。3種可能的劇情走向分析。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我們可以對邊界大戰中韓立與雲路的相遇提出幾種合理的劇情走向猜測。第一種可能，間接復仇。雲路老魔參與邊界大戰，最終死於木蘭神師之手。這種劇情殺的安排，既能讓雲路退場，又能讓李化元之死得到某種形式的報仇，同時避免了韓立與雲路的直接衝突，也保全了董軒兒的情感。這種處理方式的優點在於能夠快速推進主線劇情，避免在個人恩怨上花費過多篇幅。缺點則是可能讓部分期待正面了結恩怨的觀眾感到不夠滿意。第二種可能，諒解與釋懷。通過董軒兒的調解，韓立了解到雲路當時的不得已和李化元的求死之心，最終選擇放下仇恨。董軒兒可能會向韓立詳細訴說當日的情形，
雲路原本無意殺害李化元，是李化元自己的選擇導致了最終的結果，而雲路作為一派之主，也有自己的立場和難處。這種處理方式強調了修真世界中是非對錯的相對性，突出了人物成長和心境變化，但可能需要更多的劇情鋪墊才能讓觀眾信服。第三種可能，懲戒而非誅殺。韓立與雲路正面交鋒，憑借自身實力和智慧重創雲路，但在最後關頭，考慮到邊界大戰的緊要形勢和董軒兒的情分，留其一命。這種安排既展現了韓立的成長和實力，又體現了他處事日漸成熟，能夠權衡大局與個人恩怨的智慧。同時，這種懲戒而非誅殺的處理，也為後續可能的人物關係和劇情發展留下了空間。無論最終採用哪種劇情走向，這一情節的核心價值在於探討修真世界中情感、道義與生存之間的複雜關係。李化元的死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在弱肉強食的修真世界裡，純粹的情感堅守是否有其價值？而韓立面臨的選擇，則反映了修行者在個人恩怨與大局、情感與理性之間的艱難平衡。同時，這一情節也映射了修真道路上的一個核心命題：修行者如何在不斷提升力量的同時，保持內心的溫度與人性的完整。韓立的選擇不僅關乎個人恩怨的了結，更將體現他對這一命題的理解和回答。邊界大戰作為新年番的重頭戲，不僅將展現宏大的戰鬥場面和各派勢力的激烈交鋒，更將成為主要人物情感糾葛和命運轉折的關鍵舞台。韓立面對李化元之死與雲路在登場的抉擇，必將成為這一篇章中最引人深思的情感核心。無論劇情最終走向何方，這一情節的展開都將為我們呈現一個更加立體、複雜的韓立形象，同時也將深化我們對修真世界中人性、情感與道義的理解。讓我們共同期待新年番的到來，看這段恩怨情仇將如何在這動盪的邊界戰場上找到它的最終歸宿。歡迎各位道友在評論區分享你們的看法與預測，共同探討這一引人入勝的劇情發展。